如果今天你有考虑在3万块到4万块以内想找一部二手车，你会选择什么车呢？3万到4万到底可以买什么 D segment 的日系车呢 ？Camry、Accord，3万多到4万块，想要买一个操控好的日系车，想要买一个配置高的日系车，就是这一辆马自达6 GH。所以我正隔壁呢，这辆是一个2011年的 Mazda 6 GH facelift 如何分它是不是 facelift 很简单哦。第一点，记得要看这个雾灯。如果这个雾灯这里有一条 chrome bar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 facelift 版本。如果是 pre facelift 的话，没有这一条 chrome 的，那我会放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做个比较啦。所以简单来看就是这样，然后 rim 不一样啊，等等的。影片呢非常感谢车主 MJ，MJ 你好，这是 MJ， 我露出在这里了。MJ 非常感谢，让我们观众这一次可以见识到 Before Skyactiv 的 Mazda 6啦 ，CBU unit 它的配置比以前的 Camry Accord 其实来个更高。你的车改了什么？我是改了 adjustable， 改了 exhaust， 改了 intake，boot 那边的椅子，加有一个bar是这样子的。带我们去看看你车改了什么了，好不好？Let's go。2008年的时候，当时就推出了 Mazda 6 GH 然后当年 pre-facelift 的配置也是相当高的。那我升这个呢是一个2.5公升的 facelift 的 Mazda 6啊，这辆车改的 adjustable 啦。这个是什么 adjustable？ Premium Garage， 它是 High Low Soft Hard 的 D-click， 前面是25，后面呢26，所以它原装来已经是18寸了的，所以原装的 size 是什么 size 的？其实8阶。这个呢？这个 rim 呢9阶。所以现在换了一个235 40R18， 后面的就245 40R18 ，caliper 都是原装 ，brake pad 是Ceramic USA 的 rim， 这个没有出了的啊，这个轻一点啊。Hey bro， 这么是 Honda logo 的？以前就是那个 brake caliper kick 住了，就 overheat， Tonic 的牌就飞出来了。245 40R18，exhaust 有改过什么吗 ？Tip 是 remove 哦 ，muffler 是 Malaysia brand 啦。什么 SR Racing 啊 ，catalytic converter 是没有了的。OK。然后那个 resonator 也是改了小个的。这个 facelift 版本呢，你会看那个车灯它是比较透明的MJ 呢就把它粘比较黑一点。如果是 pre facelift 你会看到有红色的地方那 logo 没有了啦，裁掉了。按了要很难看。哇，它当时的设计开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像我看过的 GTR 的这种开口特别的一种设计哇，尾部空间非常大呢，还可以把椅子做6/4倾倒这个是蛮好用Camry 都不能做这样的东西，这辆车反而可以做full size 原装 rim 我就觉得蛮好看的。facelift pre facelift 没有这样好看，我给你们看一下facelift 跟 pre facelift rim 的差别这辆车呢有无钥匙启动、无钥匙进入。2008年的时候有这种配置是相当高。你看 Accord Camry 有没？除了Nissan Tiana 2.5 V6它的要价当年2008年175千左右on the road 到来是不是要180左右？你可以用锁匙开关，有 touch sensor， 如果要锁门就按这里。那我觉得它的门其实的质感是相当的好因为它是 CBU unit 的关系，所以它的门都很重，然后很扎实这里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塑料饰板，亮面的，蛮有质感的。这里有一些button这张椅子电动调整，除了这个腰靠这边是用手动的，前后上下都是用电动调整，还有座位记忆功能有3个 set， 这里是开油盖，这里是开 engine 盖。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这辆车当年有配置这 AFS 头灯转向 ，facelift 之后有上下DSC off 就是 traction control 吧。无钥匙启动。它的这个仪表真的是非常好看你没有开灯的话，它都会有自带晨灯，有点像当年推出 Kia Forte 的时候，它的仪表也是这样子的。Aircon。有 automatic dual zone 08年出的时候的2.0是，其实我们可以讲是 Gosong spec 配置不高。到了2010年小改款之后的 Mazda 6 2.0呢，它就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 dual zone aircon pedal shift 如果你们今天有考虑到买 Mazda 6的，可是不想买到2.5的话，当年的2.0的 facelift 是蛮推荐的，因为它加了真的是超多配置。反而 facelift 跟 pre-facelift 2.5就没有太大的分别，2.0就给人家一个惊喜了。所以如果你们要考虑买二手的话，我就比较建议买2.0的 facelift版本记得要有 pedal shift 就是 facelift 啦。这里就是一个5速自排，那 Mazda 的减脂一定是上的好像 BMW 这样子。当年的这个 pedal shift 就很 kick 你看 down 是按下去两边左右都可以按 ，up 是两边都可以按的那如果4边一起按就是 screenshot。
开个玩笑的。没有嘛哒，你们喂。以这个科技来说，我觉得这个比较反人类啦。我们都习惯了左是减，右是加嘛。这辆车想当年的卖点啊，都是有什么 cruise control 啦，那其实给我来讲，我都是没有用的啦。音量按键啊，在方向盘都有啦哈。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 horn， 原装的啊，欧洲 horn 的声音。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 zigzag 的，你用久了，你闭上眼睛，你都知道在什么档位。跟Toyota一样，直列的那种哦，你很容易进错档，这是我个人认为啦，不知道你们想法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哈，让你知道你的平均油耗啊，你的空调的温度啊，还有一些 FM 的资讯啊。这个车的原装的唱机是一个没有触屏式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 optional 哈。想当年你在 Burmaz Auto 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要求你要换这个唱机。这辆车厉害的是配搭着8粒喇叭，都是 Bosch， 所以的配置哦高不高？8粒喇叭，这里还有一个置杯架可以打开的，这个东西可以拿上来，这个可以调整前后啊。下面的话。很深，算是很深的。那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这个眼镜的收纳格。这里呢就有一个天窗，当年的第一 segment 日系车里面好像没有多少辆有哦，你可以打开它。让阳光照射在你脸上。关闭的话哦是没有的一键按的哦，你要按着它关闭。这个是打开之外，这个是打开它一点，让它透风哦。这里 ，Alright， 有自动头灯，还有自动雨刷。后座的关门呢也是相当的有质感。Soft touch， 小小的手把在这儿，后面就没有冷气出风口啦。Armrest， 后面比较简单啊，没有太多特殊的东西。这辆车呢有配备着 AFS 自动转向头灯，还有上下 Auto Leveling， 雾灯已经换了黄色哈，很有 JDM 的感觉啊，油压顶感都没有哈。这一款 Mazda 6啊，也有2.0跟2.5公升自然吸气引擎啊。这辆车的资料哈，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真的很少，没有什么人爱关注这辆车。如果你要找更多的资料，都是看老外在讲解这辆车哈。据说它的这个引擎呢，是跟上一代那个2.3公升 Ford 的 engine 来到这边 ，Mazda 就把它改造成2.5公升自然吸气引擎。据说里面是一个 Forged piston， 后面会写着2.5 SVT， 意思叫 Sequential Variable Timing， 所产生的马力哦是大约170匹左右，还有226牛顿米，够用吗？其实现在来说应该都蛮够用的。配搭着5速自排 ，MG 呢就最近改了一个 Open Board Air Builder， 这辆车是还没有经过 remap 的啦，还是原装的 mapping。那这辆车也应该没有东西好讲了吧？我们就上车去试驾吧 ，Let's go！ 我们今天车上也有3位人士啊 ，MJ、Wallace。这个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哎呦，你看，才踩一个18%油门，很冲哎！这个是 MJ， 你是换的那个 Open Board 还是 Exhaust 还是什么，它才会这样的？还是原本它就这么冲？它原本是我踩18%哦，它是不会动的。然后我改 exhaust， 然后它就比较 responsive。然后我又改 Open Board， 就更加 responsive。是咯，就那种感觉就是，然后 throttle body 也是洗了啦。洗了，差一点点哦，它就哇出得很快嘞。哇，真的很轻快的油门。那个 brake 有一点一点 spongy 是吧？这个原装啊也是。原装也是这样子。想当年的这种年代的车都很喜欢这样的哦 ，Vios 啊、Camry 啊、Accord 啊。除了现在新的可能 那个 brake bump 不一样啦 ，servo 也不一样啦哈。唉，这种人转弯不打signal的很堵拦的哦。这个车还好，有个 O 型的在那边。其
实我很喜欢那个 handle， 以前的 Camry 也是有的，现在就没有了。好，这辆车在 low 在有 automatic mode 的时候是没有得给你用 pedal shift 的反正 Mazda 3就给。那天我试驾 Mazda 3 BL， 它就可以这辆车就这么怪它不给想要用一下也不可以。OK， 油门是很轻快的这辆车是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啦OK， 那你买到来，你是这辆车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的？二手。OK， 你买二手的话，到现在有什么问题吗？二手买到现在是它的 lower arm wear and tear 啦。wear and tear 是 wear and tear 的话 ，engine 全部是 OK 是 lower arm 还有 absorber 什么然后那个 engine 完全是没有漏油的情况，什么都没有。没有漏油，什么都没有，是它那个 water pump 买 wear and tear， 它有问题就换了然后那个 belt tensioner 那个也是换了。OK。就这样子而已啦，就 normal service 这样子。2.5公升的 Rotax 会比较贵啦，你比起2.0就多一个500块左右一年，脚牙避震换上去，我觉得都不会很跳还很舒服因为轴距长的车其实开车到来都是蛮舒服的。然后你打97还是95？95，我打过97，但我 feel 不到它的 improvement。你打多少 liter 打满？120多。Cruising 你可以走多远这样子？如果没有是一直拉的啦，走多远我不清楚但如果是在卡江图书班是可以走3-4天换了 open board 的感觉是不是给到你一直拉高转的样子？它一直 keep 着高 RPM 然后其实这副牙箱 5 speed automatic， 它不像 Skyactiv 给到你那种绑得紧那种。你看现在我是在不知道哪一号牙，但是我再踩一点它这好像是 free play 看到吗？我再踩深一点。这种就是旧的 ，OK， 就算我现在 lock 着了5号牙，看到吗？这种在新的 Mazda Skyactiv 上面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啦。100的时候大概是2200转，这辆车的隔音跟 Accord 差不多，前面是 Double Wishbone， 后面是 Multilink。但是当年的 Accord 08年的第8代它就前面是 McPherson， 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如果没有错的话。但现在的新车来讲，你很少会看见有这样的配置在上面的低扭那个低 RPM 的时候给到你的力水不错这边还有 Instant Fuel Consumption liter per 100 km， 现在是8.9。Downshift。OK， 它会有一点点的补油啦，但是它没有像 Skyactiv 那种有 Rev Mesh 那种嗡那种太紧的那种 Rev Mesh， 这个就还行，速度还蛮快的。我是以当年的科技的心情来讲这辆车是135 kg 啦，当然现在新款的 Mazda 6要1450这样子左右啦。哇，那个 open board 的声音又来一个 VTEC 声了。OK， 刚刚我只是踩一个58%的油门嘛它给到你的力就是我那个冲出去有没有？那个 response 真的是够快。你驾过最快多少这样子？180，不敢踩。说不出的过弯表现，因为你换过高压避震还有加了8是吧？感觉到那个车身不会拖泥带水，很干脆。虽然 body roll 是有一点，因为 D segment 是很正常的。如果那个 suspension 再调硬一点，就口感就比较爽有试过载人会中吗？中间？以前载人会中，现在不会。Sorry， 我听到有一点。Oh no，why？ 这么会塞车？阿米拉，没事走吧。阿米拉整架的 Under Racing， Ultra Racing 8走180。OK 吗？OK， 很佛那个车。哇，那 response 真的是有力。3500转。它是4000转就top来了。来了。一直到5000多，还是5000多6000。even 它这4号牙它也是有 free bay 的它每一个牙都好像有昨天我在 Vios 上面听不到有这种 bass 的出来嘞。
以为我开到很大声。OK， 这个音响 OK。Boss 的 bass 比较重一点的。那你这辆车的 spare part 啊，会难找吗？其实是不会啦，还容易找一下。都是 fully import from Japan 呢，还是有 OEM 那些吗？有一些是 Japan， 有一些是台湾 ，Husky 也是有。这个 spare shift 是你，好像在玩那个 game 一样，听到吗？100，前面的扭力大到它会 wheel spin 呢。当然，我刚刚有偷偷做了一点小 launch 啦，一点点啦，有一点小虚位。这边的加减好像倒转了， Mazda 是这样的哦，减是这样的哦，减在上面。新的也是这样的哦。它有点感觉就是 BMW。其实它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啦，它是讲哦，当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哦，你要转弯之前，你的手可能要摆这样，可能要摆这样，你就很顺手直接推，然后手这样子放这边，在降档的时候比较方便啦。它是这样子讲啦，但是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啊。你驾这个车啊，有没有很多车会用你啊？因为你有一点小改，给 Civic 这样吗 Civic 又是 Civic， 你看那驾 Civic 不好啊，我的驾 Civic 的人都是这样哦。OK。开了，声音开了。它有 delay 啊，你按的时候。有一点点delay，当年的 Civic FD 啊 ，Accord 啊，全部一样的哦，一样的哦，当年的科技来的哦，就好像以前的 Internet Speed 跟现在 Internet Speed 这样咯。100过弯 ，Civic 不敢去，因为它不是 Double Wishbone， 以前的 FD 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所以很稳。然后我这辆车的后面的还有自己的 auto camber。哦，auto 啊，讲 auto camber 哦。就是如果你换胎呀还是什么啊，它的后面的胎呀是自己会弯进去。哦 ，OK， 我们到了这边啦，那你们就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东西啦，就是要把这辆车开上顶了。留守我的频道，留守我的Part 2 ，Zoom Zoom 也可以上顶了啊。谢谢 MJ， 谢谢 Wallace，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Mazda 有一点很怪懒的哦，它不要给那个 lock and unlock button， 这个是你自己装的吗？以前的车主拐下去了。以前车主这里下面一个 button， 你新款的都没有的哦，你要自己这样用手拉的哦。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啦。留守我的频道，看我们的 Part 2，把这辆马六开上山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拜拜。